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每个月明明交了好几百块的宽带费，办的是最高档的千兆网络，可一回家连上 WiFi， 手机加载个视频，却一直在那转圈圈，想追个剧，画面一卡一卡的，声音和嘴型都对不上，正打着游戏呢，眼看就要赢，突然画面定住不动了，等反应过来，角色已经倒地了。更憋屈的是，逢年过节在群里抢红包，明明紧盯着屏幕，一点下去却总是手慢了，红包已抢完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晒手气。这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冤？是不是怀疑运营商偷工减料，甚至想着赶紧换个新路由器？别急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很多时候真不是宽带的问题，也不是路由器坏了，而是你很可能把路由器放错了地方，甚至在它旁边摆了一些不该摆的东西，把好好的信号给挡死了。这就像你买辆跑车，却非要开进泥坑里，那它能跑得快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吴明远，欢迎来到健康永驻。今天呢，明远就来帮大家省下这笔冤枉钱。咱们不聊复杂的技术名词，就用大白话，一步步教你怎么通过调整路由器的位置，挪开几样常见物品，让你家的网速从蜗牛爬变成火箭飞快的，让你吓一跳。在正式开讲之前，想请大家帮个忙，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，麻烦动动手指给视频点个赞。要是你想持续收到这种既省钱又实用的生活窍门，别忘了订阅健康永驻频道，这样以后一有更新，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了。首先，我要指出一个几乎90%家庭都会犯的错，那就是给路由器关禁闭。什么叫关禁闭呢？你回想一下，当初装修的时候，是不是为了家里看起来整洁，不想让乱七八糟的线路在外面，就把路由器塞进门口那个小小的弱电箱里了？那个弱电箱一般是嵌在墙里的，外面还带个金属门，一关门，清清爽爽，心里特舒坦。但我得说，这简直是无线信号的坟场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得知道，无线信号本质是一种电磁波，电磁波最怕什么？最怕金属。咱们初中物理就学过，金属能屏蔽电磁波。你把路由器关在金属弱电箱里，再加个金属门，这用物理学的说法就叫法拉第笼，等于给路由器套了层密不透风的铁盔甲，信号在里面撞来撞去，能钻出来的连1/10都不到。你想想，信号出都出不来，你在客厅、卧室上网，能不卡吗？所以听我一句劝，现在就去门口看看，如果你家路由器还关在那个小铁箱里，赶紧把它解放出来，哪怕只是拿出来挂在墙上，放在旁边小架子上，只要离开那个金属环境，你马上就会感觉网速不一样，那绝对是质的飞跃。除了弱电箱，还有一个位置也绝对不行，那就是墙角、沙发背后或者柜子缝隙里。很多朋友觉得路由器天线支棱着不好看，或者指示灯一闪一闪影响睡眠，就把它塞到沙发后的地板上，或者挤在柜子和墙的夹缝里，这同样大错特错。你要明白，无线信号的传播有点像往水里扔石头，水波是一圈圈往外扩的，路由器就是中心。如果你把它放在墙角，就等于把一半甚至更多的信号给挡死了。波纹刚一出去就撞上后墙，虽然现在的路由器有穿墙能力，但钢筋混凝土墙对信号的削弱非常厉害，穿一道墙，信号可能减半，穿2道墙，基本就没剩多少了。你把路由器塞在角落，信号要到你的手机，得穿过好几层墙和家具，网速能不慢吗？所以，放路由器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就是，位置要开阔，最好放在家里的中心区域，比如客厅电视柜上，或者客厅中间的茶几上，这样信号往四面八方发射时，遇到的障碍最少，覆盖范围也最大。另外，最好放得高一点，别直接搁地上，因为家里大部分家具、沙发、桌子、柜子都在低处，路由器放高了，信号就能像花洒一样从上往下洒，避开很多遮挡，效果会好得多。说完了位置，咱们再来讲今天的重头戏，那些绝对不能放在路由器旁边的信号杀手。如果你家有这几样东西，请立刻挪开，哪怕只挪半米，
效果都可能立竿见影。第一样绝对不能放的是金属制品。刚才说弱电相时已经提过金属会屏蔽信号，但很多人把路由器拿出来后，却随手放在金属架、金属茶几上，旁边还摆着金属水杯、金属糖果罐，甚至有人为了省地方，直接把路由器搁在冰箱顶上，这特别要不得。冰箱不仅外壳是金属，里面还有压缩机、金属管路，本身就是一个大型信号干扰源。你把路由器放冰箱上，就等于让信号不停撞墙，而且冰箱工作时会散热，路由器本身也发热，两个热源靠在一起，温度一高，电子元件性能就会下降，导致网速变慢，甚至断网。所以赶紧检查一下路由器旁边有没有铁盒、铁罐、金属装饰品，有的话请马上拿开，给它一个清爽的环境。第二样绝对不能放的是玻璃制品，特别是装满水的玻璃缸，比如鱼缸。很多朋友爱养鱼，在客厅摆个大鱼缸，养几条锦鲤，赏心悦目。有人为了长线整齐，就把路由器放在鱼缸旁边或后面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对无线信号简直是灭顶之灾。因为无线信号在水里传播时，阻力比空气中大得多，水密度高，会大量吸收电磁波。你把路由器放鱼缸边，信号一出来，大半都被那缸水吃掉了，就像海绵吸水一样，信号都喂给鱼了，到你手机还剩多少？而且鱼缸是玻璃做的，玻璃虽然透明，但对某些频率的无线信号会产生折射和反射。本来信号该直线去你卧室的，结果遇到玻璃和水，又折射又吸收，等绕过鱼缸，信号已经弱得可怜了。所以啊，鱼缸虽好看，但千万远离路由器，这也是为鱼着想。万一电磁波对鱼也有影响呢，对吧？第三样绝对不能放的是大功率电器，尤其是微波炉，这点最容易被人忽略。有些人家户型小，或路由器正好在厨房门口，离微波炉很近，这问题就大了。你知道家用无线路由器一般用的频段吗？大多是 2.4 千兆赫兹或5千兆赫兹，而微波炉加热食物时发出的微波刚好也在 2.4 千兆赫兹左右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你正和人轻声说话，旁边突然有个大喇叭用同样的音调放广场舞音乐，那你说话别人还能听见吗？肯定被盖过去了。微波炉工作时电磁波强度很大，尽管有外壳屏蔽，多少还是会泄露一点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对路由器那微弱的信号来说也是巨大的噪音。只要微波炉一开，你家 WiFi 立刻就会受到干扰，表现出来就是网速骤降，视频卡顿，甚至直接断网。等微波炉一停，网速又恢复了。很多人这时会怪宽带不稳定，其实真凶往往是微波炉。除了微波炉，像蓝牙音箱、无绳电话、无线鼠标键盘这些设备，如果离路由器太近，也可能造成同频干扰，因为它们很多也用 2.4 千兆赫兹频段，所以路由器最好独自美丽，周围留出空间，别让这些电器围着它。说完不能放的东西，咱们再聊聊有没有不花钱的小窍门，能让网速再快些。当然有，今天我就分享2个独门秘籍。第一个秘籍叫易拉罐信号增强法，这方法听起来有点土，但真的有用。它的原理就像卫星锅或雷达，利用金属面反射，把散开的信号集中到一个方向发射。如果你家路由器在客厅这头，你常在客厅那头或某个卧室上网，就可以试试这招。具体怎么做呢？超级简单，找一个喝完的易拉罐、可乐罐、啤酒罐都行。先用水把里面冲干净，晾干这点很重要，别湿漉漉的。然后把罐子底部整个剪掉，小心手，别划伤。接着把罐顶拉环那头也剪开，但不要全剪断，留1-2厘米连接罐身，然后沿着罐身纵向剪开，再把罐身向两边掰开，做成一个扇形或雷达状的弧面。最后把这个做好的易拉罐装置倒扣在路由器天线上，让天线穿过拉环那个小孔，把弧形的反射面对准你常上网的区域，这就等于给路由器加了个定向反射板，能把原本向后方浪费的信号反射回来，集中加强到你需要的方向。
你再回卧室试试，信号格很可能立马多出1-2格，网速也会变快。这方法1分钱不花，就动手，看完视频你就能试。第二个秘籍叫定期重启大法。很多人家里的路由器自从买来插上电，就再也没关过，1年365天，1天24小时连轴转。你想想，就算是人，不休息也得累垮。路由器虽是机器，但里面也有芯片、内存、缓存，长时间工作会积累大量缓存数据，如果不清理，就会占用内存，导致处理速度变慢，就像手机用久了不清理会卡顿一样。而且路由器一直通电，元件会持续发热，尤其在夏天或散热不好的地方，温度一高，元件老化加快，性能自然下降。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养成定期重启路由器的习惯，频率多少合适？我建议每周1次。你可以选每周末睡觉前或出门上班前，把路由器电源拔掉，让它彻底断电休息5到10分钟，散散热，轻轻缓存，再插上电。就这么个小动作，能让路由器恢复最佳状态。如果你嫌拔插头麻烦或容易忘，现在很多智能路由器在手机设置里有定时重启功能，你可以设成每周2或周5凌晨3点这种没人用网的时间，让它自动重启，省心又高效。除了这些，关于路由器天线还有个知识点得唠叨一下。现在很多路由器有多根天线，2根、4根甚至8根，不少人觉得把所有天线都竖直指向天花板，信号肯定最强。其实不一定，无线信号是朝垂直于天线的方向发射的。如果天线竖直，信号主要向水平方向扩散，这对大多数平层家庭是合适的。但如果你家是复式或别墅，有楼上楼下，天线全竖着，楼上信号可能就差了。这时你可以把其中1-2根天线放平或斜放，让信号也能往上下方向走。最科学的摆法是，如果有多根天线，不要让它们全指向同一方向，可以1根竖、1根横、1根斜，让信号在不同角度都有较好覆盖。这叫翼面垂直摆放法。这样无论你横拿手机还是竖拿手机，无论在床上躺着还是地上坐着，接收信号都会更稳。好了，今天说了这么多，咱们来总结一下。要想家里网速快，第一，别把路由器关小黑屋，把它从弱电箱、墙角解放出来，放到宽敞通风处。第二，赶紧清走路由器旁边的信号杀手、金属物品、玻璃鱼缸、微波炉，离得越远越好。第三，动手试试易拉罐增强法，想省事就每周给路由器放个假，断电重启几分钟。最后，调整天线角度，让信号覆盖更精准。这些方法都不用你花钱买新设备，也不用找运营商扯皮，只要动手，调整一下布置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你家宽带并不慢，只是信号被自己封印了。网络现在是生活必需品，看新闻、刷视频、联系亲友，哪样离得开？网速快，心情都好；网速慢，真是急死人。我真心希望今天这些窍门能帮到你，让你的网络生活像高速路一样畅通无阻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吴明远讲的内容易懂、实用，请一定给视频点个赞。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，也请你把视频分享给家人、朋友或转到小区业主群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些窍门。别再花冤枉钱换路由器或升级宽带了，有时候问题真的只是位置没放对。如果你操作中遇到问题，或者有别的网络小妙招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一起交流，一起学习。我也会在评论区等着，为大家答疑解惑。我是健康永驻的吴明远，一个爱琢磨生活小窍门的普通人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祝大家网速都快到飞起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，记得去看看你家的路由器，是不是也犯了刚说的那些错？动手，也许下一秒网速就上来了。下次再聊，拜拜。